欢迎来到圣辉战争学院，各位新生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将成为决斗者，而每个人绑定的阵营，则是你们毕生的羁绊与武器。不用为自己绑定到弱势的阵营而灰心放弃，毕竟在我之前，也从未有过使用拜炸庭的传奇决斗者。我现在到底是活着，还是死了？几个小时前，我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合二为一了。他也叫钟毅，平民出身，活活累死在整理资料的深夜。下面请喊到名字的新生走上礼台，拿起空白的阵营卡，绑定之后，卡面上会显示阵营的名字和分配的学院，里面会包含一套基础卡供你们使用。第一个，安琪儿·波纳。我去了。放心，再弱势的阵营也有未被发掘的打法。法兰系阵营分配至堡垒院。伊琳娜校长是如今蓝星的主宰，他曾以20连胜赌命，才建立了如今的东方联盟。最后一个，钟毅。已绑定华夏阵营。华夏阵营分配至堡垒院。华夏，那个公认最难玩的阵营，可不是吗？去年胜率全联盟排名堕底，胜率0.37%。听说华夏阵营的卡不是杂技就是后期的，根本打不了。那你应该高兴才对。这样一个又能让我们刷经验，又能给我们报素材，还能帮我们讲战术的人，要到哪里去找？昨晚谢谢你开导我，刚刚第一个上去，心脏都快停了。虽然你绑定了华夏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能用好的，我相信。谢谢。说实话，我并不难过。握着华夏的卡，我感受到一种被文明认可的欣喜。金穗集团助学经纪业务经理王哲，关于您的助学贷款，有些条款需要重新确认。您绑定了华夏阵营，属于合同条款里的前景变更，我们有权要求提前评估还款能力。我要是有100万，也不会找你们贷款。学长教你个乖，学院允许债务纠纷决斗，我赢，你把所有卡交给公司；你赢，债务一笔勾销，很公平吧？不能答应，他是2年级的。阿拉伯帝国。骆驼骑兵克制战马，所有人都不敢用骑兵打的。好，我答应。有种，那就决斗场见。所有人的认知就是他们最大的弱点。那不是绑定华夏阵营的钟毅吗？怎么转眼就惹上学长了？这样能赢？我把决斗镯吃掉。学长来说好像卖。希望一会儿你输的时候还能是这副表情。决斗者钟毅阵营华夏，地图中亚草原，快速战斗模式。422张初始卡，华夏的学习成本是所有阵营的顶点，而快速战斗只有30点总资源。决斗者韩浩，阵营阿拉伯帝国。学弟，你连初始卡都没翻完吧？给你10分钟准备，免得说我胜之不武。真正打穿阿拉伯帝国的不是重骑兵，而是从不正面决的游牧骑兵。只用1张卡，搁这玩单一兵种呢，纯的杂技卡。在阿拉伯面前玩骑兵，不知道骆驼能惊吓战马吗？钟毅，你一定要赢啊！未检测到传令兵，开启战地指挥模式。可汗，最伟大的天地共主，带领我们撕碎敌人吧！战士们，用曼古呆战术，佯装撤退，把敌人分割包围。机动键指令生效。所有蒙古骑兵移速加20%。轻骑兵，正中下怀。步兵展开阵型，弓箭后置火力线。骆驼骑兵上前，驱赶敌人进入预设战区。这种撤退不在任何标准模板里。无所谓，敌人退出接触，主动权在我，继续压迫。轻骑骚扰而已，不用管，继续推进。我的阵型正在被一点点拉长。骆驼骑兵加速接敌！杨败，这是杨败，这是杨败！骆驼骑兵撤回来！进攻键指令生效，蒙古骑兵优先攻击明夺指向单位。陈浩每一步都是教材里的标准答案，而标准答案最大的弱点可以被毁灭性的提前分析。弩兵前移，覆盖射击。
重装武士前压，稳住战线。我所有的战术都建立在敌人会按规则作战上，可他没有规则，用考试会被打零分的阵容，把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满古代，我被新生拖入了未知领域。战斗结束，阿拉伯帝国军团全灭，获胜者忠义。他真的赢了，用所有人看不起的阵营，用所有人都觉得是杂技的战术，赢了。胜者从败者卡槽中抽取一张阿拉伯轻步兵，不是最强的骆驼骑兵，不过第一战已经拿下。别被表象骗了，这是快速战斗，省略了运营阶段。标准模式里，华夏早被拖死了。可惜了，要是他绑定别的阵营，说不定能成传奇决斗者。恭喜，按照约定，您的债务一笔勾销，欢迎再次购买金穗公司的金融服务。作为经纪人，我祝愿您的决斗之路走得越远越好。陈先生，基于债务纠纷决斗规则，现在您需要偿还那80万元债务。等等，我可以解释。我们对结果非常失望，佣金减半，全部结算债务。还有40个新生绑定了不同的垃圾阵营，去联系下一个。你等着。再来一把，输了还打那种纯手感逃。算了，今天不打了，改天吧。胜利的感觉如何？恨不得百战百胜。用一场场胜利证明，华夏阵营也能成就传奇。传奇嘛，那我也会为法兰西再添一位传奇的。盾院课表发来了，明天第一节治卡克。治卡克老师是战士院的弗拉基马特院长，传说中最记仇的老教授。有学生惹了他，从1年级到毕业，每节课都提问那人，千万别惹他。明天早上见。明天见。火器，华夏早已进入火药时代，但神机营启动废影12，快速战斗里根本用不出来。所有人都以为华夏只能打后期，但如果我用前期卡打出后期效果呢？422张出世卡，每一张都是一个朝代、一支军队、一种战法。华夏决斗者，光是入门就需要数倍的时间。你昨晚没休息好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么疲倦？没事，快走吧，马上要上课了。我昨晚翻了半宿的卡，最关键的几张已经锁定。这是……这就是战士院的弗拉基米尔院长，传奇决斗者，结果是个醉鬼。别说了，他最记仇了。安静！什么是卡牌？卡牌是文明的碎片。汉朝的环手能斩断匈奴晚道士与汉人冶炼能烧到1300度，罗马做不到，别巴做不到。制卡是把文明的火种压进一张纸里。你昨天用蒙古轻骑兵打败阿拉伯的新生，是你吧？是我。单一冰冻零运营，纯战术操作，疯子的打法，我喜欢。但蒙古轻骑兵在华夏卡谱里有117张便器，你只用了最基础的1张。换个真正懂战术的人，你昨天已经死了。117张变体，华夏的卡谱比我预想的还要深。坐下，下课后来找我。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在下水道里看到金子的蠢货。华夏阵营弱吗？不弱，只是慢。没有运营，华夏就像被捆住手脚的巨人。我用所有人看不起的蒙古轻骑兵，它最快成型，最容易被轻视。哈，你懂这个道理，但华夏卡池里有更好的选择。陌刀，费用4，对骑兵特工。快节奏里，它比你那些只会射箭的骑兵强得多。可陌刀的移动速度……没有完美的卡，只有会用的决斗者。华夏有422张卡，你一张张去试，会死在试卡路上。找到核心打法，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华夏卡族。核心打法，蒙古轻骑兵只是开始，陌刀兵、神机营、环手刀骑兵，我要把他们全部拼起来。院长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我是在下水道里看到金子的蠢货。这算夸还是骂？弗拉基特院长把他单独留下，肯定是因为那场决斗太离谱了。
大概一半一半。新生对抗赛，3日后开赛，冠军奖励是文明解锁卡。文明解锁卡是最稀有的卡种，能解锁尚未开放的卡铺。对华夏来说，意味着跳过最困难的前期积累。一定要参加！不仅参加，还要赢。检测到异阵营卡牌阿拉伯轻步兵，是否分解？分解。远程拉扯近战收割，正面扛线，还差一张后排火力。龙起，华夏从来不是单一兵种的国家，我不可能把422张全试一遍，要找成型最快又最出人意料的插组。汉朝环首刀旗，靠的不是骑射，而是近身白刃，配合蒙古轻骑兵的拉扯，诸葛弩的远程压制，再用陌刀阵巩固防线。你猜我在图书馆翻到了什么？历年冠军里没有华夏。我知道，但你还是要参加。不仅要参加，还要赢。那我相信你。新生对抗赛3日后开战，华夏能否扛住那些快攻文明？来一场热风。好。模拟对战，中意 vs 安琪尔法兰西，快速战斗模式，总资源30。弩兵方阵，预备！骑士团，冲锋！弩兵放！陌刀兵迎敌！箭矢跟进，弩兵侧翼射击。蒙古轻骑兵佯败，环首刀骑兵冲锋！模拟对战结束，获胜者中意。你那刀骑兵砍弩兵太狠了。环手刀是汉朝逆转匈奴的武器，近战几乎没有对手。这个卡子你是为新生对抗赛准备的？嗯。战士院的阿里，拜扎廷阵营，3天吃透93张初始卡，以前还是职业电竞选手。3天吃透93张确实是怪物，但华夏有422张，没人能在3天内吃透，包括我的对手。前3排为什么不做人？最后3排的全都给我坐到前面来！这小老头怎么还不上课？不会故意拖时间吧？卡牌分为哪几类？士兵卡、建筑卡、战术卡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建筑卡，没有建筑就无法召唤士兵。错误，盾院的人就是死脑筋。我有用决斗桌吗？有造建筑吗？最重要的永远是士兵卡。冲过来的铁罐头、战马的头都会像这样。3阶护甲，士气、训练全面提升，但作为射手最关键的远程能力，并没有太多强化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明课本已经把制卡流程写得清清楚楚，学校还开设了制卡课，你们必须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。那教授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制作自己的2阶士兵卡了？不，所有决斗者制作的第1张卡永远都是自己的传令兵。威尔，过来，他就是我的传令兵。传令兵的形态各不相同。传令兵的本质是你与自己所绑定文明之间交流的媒介。会有人在课上完成制卡，我会额外奖励1张卡。但如果到下周1上课，你们还没制出传令兵，就等着成绩不合格。赛博祭坛，第4槽放文明素材，什么都不放，会不会显得没诚意？教授，我想借您手里的酒作为文明素材。不行，你借我的命可以，不能借我的酒。不愧是剑院的院长，和那帮孙子一样小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您不行。站起来，制卡课扣10分。还有你，上来拿酒。兄弟，我一定报答你。机器坏了。啊！狐狸！我想过熊猫、老虎，甚至龙，结果是只狐狸。大禹的老婆就是九尾狐，狐狸一直是瑞祥的象征。忠诚、赤狐、橙色的橙。华夏的回应是3000年没出现过的3字回应。上一次收到3字回应的华夏决斗者是华夏传奇姬轩辕。兄弟，课上谢谢你了。嗨，
这算什么？教授说课上成功制卡的可额外领一张，我特地找他要了英格兰的。行，感谢的话不多说，下午狠狠干爆建元那群崽种，就当回礼。你的搭档呢？召唤出来看看呗。忠诚。好可爱，比我家那个社恐好多了。你的传令兵呢？那孩子比较害羞，体型大，到决斗场再给你们看。你们盾院走路的都是乌龟爬吗？那是，我们知道肯定能赢，不像你们急着来送死。规则不变，1对1不还卡，6对5我们只出5个，输的手写投降书，下节课来我们教室念。你们输了也一样。给你们5分钟准备。那人是谁？梅肯，父母都是职业决斗者，绑定神圣罗马帝国，我们这届最强的那一档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有个奇招，他第一个上我必拿下他，只是后面的人未必会上第2次档，所以后面就靠你帮我们出谋划策了。交给我。决斗者鲍姆阵营英格兰王国，决斗者梅肯索伦阵营神圣罗马帝国，胜利者梅肯。鲍姆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剩下的人还有必要上吗？不如早点投降。我败了，明明战术已经生效，可神罗的强度……你做得很好，侦查到了主力，战术也没问题。你输的不是战术，是阵营池。注意兄弟，你能赢学长，肯定也能赢梅肯吧？我打不过他，标准模式，以我现在的卡组，没有机会。我赢不了，不代表我们赢不了。安琪儿，你去干掉梅康。我去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决斗。没关系，我教你一个套路，足够你一穿5。抱歉，这孩子有点害羞。还能这么打？商量这么久，就派一个女生上场。我可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手下留情。第一次正式决斗，忠义，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1vx1 标准模式，安琪儿波旦法兰西王国，梅肯索伦圣罗马帝国，地图西欧森林。赢定了！森林图是步兵主场，法兰西骑兵根本拉不开阵型。什么叫5村民开局？他为什么开局自己直奔中场？5费造营房，召唤2队日耳曼自由民去中央站铁，剩3费补村民。第3分钟控铁后，就是神罗重步兵的碾压时间。他肯定先抢马，等他发现唯一的铁被我控制了，我的重步兵已经到他家门口了。刚好赶上。向敌方基地前进！第2分钟还没结束，为什么会有重骑兵到我家里了？村民立即疏散，自由民战士鼎盛！强势冲锋！还不到投降的时候，第2分钟一过，就算只剩7费，也够召唤长桥兵和弩兵反杀！顶住！只要撑住这一波！投降确认，战斗结束，胜利者安琪尔波纳。漂亮的战术，你这样擅长进攻的法兰西女士会分到乌龟院里来建院吗？你踢他妈要不要点脸？输了不滚下来还挖人，分校是校长亲自定的，你质疑院长？输掉的不仅是面子，还有日耳曼自由民战士，市场价1张3万起步。刚才他的操作都看清楚了吗？等会儿用一样的战术打回去，对付新手百战百灵。大哥，最关键的我没有马，那是他的传令兵，我们还没上制卡课，复刻不了。前2分钟是绝对公平区间，只有基础卡，正面打不赢法兰西重骑兵。大哥，我去试试。苏格兰高地长矛兵比普通长矛兵更强，说不定能挡住。他们一定想好了反制，但战术之所以是战术，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不防。安琪儿波纳法兰西王国，里盖金苏格兰王国，地图西欧平原。骑兵在平原上的机动性只会更恐怖。森林图他2分钟杀到门口，平原图时间更少。他打极限快攻，那我就打极限防守。2队苏格兰高地强矛兵，召唤！村民别干活了。只要他的重骑兵敢从正面冲进来，就一定会被这些障碍撕碎。这个时间，重骑兵早该到视野了。难道他没有打极限快中？他选了常规开局。所有士兵集合，向敌方基地进攻！只要赶得上，趁他贪经济、部队外出的空隙冲进基地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国王，
我们听见马蹄声了！完了，绝命反扑在被侦察到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只是尊严一击。正面攻坚，各方有部队，后方也有，我们被包围了！投降确认，胜利者安琪尔·波纳。大哥，我败了，他这一局没放战术，还打吗？唉，连苏格兰都赢不了，我们更要怎么打？再打下去，也只是白白把卡送给对面。今天到此为止，我们认输。鲍勃，这次算你赢了。明天课前我们会去盾院教室念投降书，但你等着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好生无趣，才打3场就溜了，我还想把丢卡赢回来呢。幸不辱命，我赢了。多亏你教我的战术，这2张里有你的功劳，你拿1张当素材吧。这是你自己赢来的，战术我在用，风险你在担，奖励也该归你。那我们来决斗一场。我还是算了，不管你用战术还是正常打，我都打不过你。那就打大后期，对半运营慢慢发育。不是都说华夏前期羸弱，后期无敌吗？我想亲眼看看。对啊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还能帮你分析局势。行，那就来。决斗者忠义，华夏。决斗者安琪儿·波纳，法兰西王国。地图热带沙漠。华夏没有通用营房，征召营房只解锁最基础的轻步兵和轻骑兵。征召兵营、进军兵营，解锁。出兵启动慢，门槛高，节奏沉重，这就是华夏的常态。大兵团作战军纪要严，看得出你比别的传令兵强得多。但现在听我指挥，所有骑士锥形阵分批次冲锋，弩兵为你们打开缺口。全军向中线靠拢，阵型由直线转为弧形，左翼陌刀变阵，盾位插入缝隙，遮挡流士。陌刀兵，斩马！羽林重骑，冲锋！第2波骑兵绕后，目标敌方弩扇。左翼2降撤开，羽林重骑入场。全军反包围！我投降，战斗结束。这就是华夏大后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陌刀斩马，神臂弩超远射程，每张卡器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。但你差点就赢了，如果你的骑兵再多一队，弩阵就来不及反包围了。下次我可不会留手。3天后的新生对抗赛，你们报名了？必须的，冠军奖励是文明解锁卡。文明解锁卡，最稀有的卡种，能解锁尚未开放的卡铺。对华夏来说，意味着跳过最痛苦的前期积累。那我可得抓紧练，被你俩虐完，我感觉这英格兰长弓手还能抢救一下。汉的环手刀，唐的陌刀，宋的神机弩，元的轻骑，明的火铳，还有更多我没见过的卡。华夏不是后期无敌的简单答案，它是一个需要一砖一瓦搭建的文明体系。所有看不起华夏的人，3天后见分晓。今天继续练习，我要让你刮目相看。决斗者忠义，华夏。决斗者安吉尔·波纳，法兰西王国。地图中亚草原。今天我要看看后期的华夏有多无敌。所有骑士分批次冲锋，弩兵发射。防守为主，防御阵列。我在等一个时间点。第11分钟，费用到账了。骑士大人，时代变了，现在才是真正的大后期。
敌人阵线正在收缩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拳头砸得更深。羽林骑兵撤回，留出空档，让他们进来。太干脆了，干脆的不像被动败退。继续压上，扩大圈口。开火！火绳枪，火枪装填比弩兵更长，只要顶着这轮射击冲进去，火枪战线一样会被碾碎。冲上去，别停！三眼火痛，为什么这些火枪兵会带2把火枪？向高地弩手先撤，把拳头收回来。不公平！为什么华夏的步兵、骑兵、射手却对白板强得多的特色兵种？这种组合到了后期谁能打得过？那你也不看看我前期有多惨。而且为什么你的初始卡连火枪兵都有，别的阵营根本没有火药资源？地图上明明没有卖火药的中立贸易因战。为华夏阵营本来就是火药文明，自带火药资源，算是为数不多的正面特性之一。再来一盘，这次我打快攻。行，搭档，你表现不错，而且你有自己指挥部队的意愿。那么下一把不干涉，我不干涉，你去把安琪儿干掉。河流交汇之地，天然克制法兰西。先看看你怎么打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用不了卡牌，行吧？还得我负责运营。没渡河的不打，渡河过半的不打，镇人之危是不仁。没列完阵的不打，以整击乱是不理。你还不满上了？对手是法兰系，不是诸侯，你用周礼打人家干嘛？小橙子真的是一只狐狸吗？怎么感觉比我的法兰西还恪守骑士精神？我本来想骂他思想封建，但这话太抬举他了。他这思想水平压根儿没进封建时代。没渡河不打，没列阵不打，正面冲我不打，因为打不过还打是不智。你这法兰西我都溃败了，你还追击，简直是不信。所以这家伙是商朝来的，大概率是。大禹的老婆是九尾狐，商周正是狐狸被当瑞祥的时代。不过认真讲，如果他能学会现代战术，绝对是最强的传令兵。他有自己的判断和指挥能力，这在传令兵里独一无二。哥们儿，别挺着胸了，你挺给谁看呢？你的战术思想太落后了，还遵循某种古典道德，没看过《孙子兵法》。以后每周2战术课，周5指挥课，你都跟我去听。123加4 56等于多少？今天这场决斗把华夏的致命问题暴露清楚了，活不到强势后期。接下来要掷的卡，要么前期结束战斗，要么稳稳苟到后期。什么东西能代表快攻？就算放法兰西重骑兵，指向的也只是重骑兵，不是快速结束战斗这个概念。才过半天就忘了请老祖宗办事得送礼了。老祖宗啊，我需要能在早期就击败敌人的强力战士。抽歪了，这也太早期了。老祖宗啊，我需要能够最快速度击败敌人的办法。抛开离谱描述不谈，1v1里用不了，要能用确实是最快击败敌人的办法。毕竟我都没敌人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我制卡。对了，忠诚，传令兵能不能放到文明素材里？开个玩笑，我舍不得把你的命当素材。老祖宗啊，我需要能够最快形成战斗力的办法。别放狐狸毛，弄得我们直打喷嚏。酒也别放了，再喝下去我们要全趴下了。这回应是不是有点太喜感了？所谓文明回应，不会是一群华夏皇帝阴魂在群聊吧？以50%比例把村民转成戍兵，只要有10队村民，瞬间变5队能打的轻步兵，开局就有成型战斗力，但只能在基地附近活动，这注定更适合防守。元朝蒙古包可以把基地打包成车移动。既然强制征兵只能在家防御，那我就用蒙古包把家搬到对面家里去，在敌人家里防御，那也是防御啊。秦朝的移动边疆，忠诚还得是你啊！你一来我就抽卡出货了，不愧是狐狸，肮脏战术的代表。走，继续制卡去，没你不行。我还活着吗？刚刚好像都看见秦始皇了，他让我去修城墙，我跟他说我学的不是土木工程。刚好7点，要不要这么准时？下次换个温柔点的方式呗。昨晚又试了2次，全爆。这下明白为什么每间制卡间都标配灭火符杖了。是我，这边需要清理一下。对，制卡事故。周2是战术课，
上盾院院长肥迪安教授的课。对了，昨天剑院不是说会在课前来念投降书吗？走，忠诚，看好戏去。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大功臣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消息？就算赢了剑院，也不至于这副架势吧？你自己看，学校论坛这篇帖子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，不是剑院针对谁，是另外3个学院都垃圾，所以鲍姆才急着约剑院的人决斗。大家都憋着一口气。这帖子是谁发的？我就随便描述一下事实，比如梅肯惨败后对女生说你不该在盾院什么的。你省略的部分有点多。忠义，愿赌服输，我们来念投降书。我神圣罗马帝国决斗者梅肯索伦代表剑院承认昨日对决中败于盾院，我方技不如人，心服认输。盾院万岁！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请说。那个让安琪儿用独角兽传令兵打极限快攻的战术是你设计的吧？第2分钟杀到我门口，这不是法兰西常规战术，是专门针对神罗的定制打法。你怎么做到？开局逻辑是教科书的，10村民营房，自由民战士强铁，每一步都是标准按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可以被提前分析。有意思，新生对抗赛，我等着看你用什么战术。喂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输了就是输了，但下次不会再输。就这样，我们约好的可不是这么简单的流程吧？行了，老大，到底还是一个学校的同学。你们或许听过我的名字，西比拉帕扬。学姐，你走错教室了吧？这是1年级盾院。没走错，斐迪安教授有事不在，1年级前2周的战术课由我带上。就是那个3年级级长，正式赛击败4年级级长，全校最强。谁会选择这样的人？知识强大美丽，更重要的是，正式赛从来没输过。怎么，你的偶像？想了想，那他也太无趣了吧？决斗结果不是有胜负2种吗？一直赢岂不是只能体验一半的内容？你这是什么歪理？抱歉，学姐，我们给剑院丢脸了。仅代表我们几个向盾院投降，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你们这一节是什么课？院长的制卡课。行，我回头跟院长说，你们这节课留在盾院上战术课。昨天谁参加了决斗？把阵营卡给我。现在所有人安静，找地方坐下。这一节课我来教你们怎么赢。第1盘，英格兰对战神罗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等你们决斗经验多了，自然知道怎么打。虽然我输了，但这也是我的高光时刻。第2盘，法兰西对战神罗，这一盘有意思。现在我问一个出来的，平时成绩加分。如果你是这一盘的神罗，你会怎么打？当事人先不要回答。对防御，极限防守，用村民同时电话加他冲，我就冲他。这些办法要么死得更快，要么死得更难看。你们是在想怎么不输得那么惨，不是在想怎么赢。学姐，如果只用基础卡，这种战术就是无解的。学姐，我只是战术执行者，这个战术是钟毅想出来的，我自己没想到什么解法。钟毅是哪一位？哦，那个带着狐狸的学生。我不反对和传令队培养机会，但请注意场合。你后排的女生注意力已经完全被狐狸吸引过去了。有无解法？如果只是针对这个战术，把路堵住就行。法兰西完全放弃运营，只追求一次性冲垮对手。只要没冲进主城，占下全部中立资源，也远不如正常运营的神罗。在要道布置障碍，隔绝进出，等神罗造出压倒性部队，再把障碍挪开，一剑结束战斗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安排安琪儿打极限快攻时，战术核心是什么？信息差。战术的核心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是对手不知道我会做什么。剑院没上制卡课，不知道传令兵可以当坐骑，算不出第2分钟之前会出现法兰西重骑兵。说得很好，钟毅，平时成绩加5分，但你漏了一个更关键的点，快攻不是比谁更快，而是比谁先掌握了节奏。梅肯的节奏是第3分钟出重步兵强铁，你抢在他的节奏之前完成攻击，这才是你赢的核心。战术基础第1课，谁掌握了节奏，谁就掌握了胜利。确实，我要在新生对抗赛掌握的不仅是每个对手的战术习惯，更是他们的节奏感。在对方以为我会做 A 时做 B， 以为我会守时进攻，以为我弱时，我已经赢了。你们大多数是盾院，绑定的阵营多半中后期发力。今天我要教你们一个思路，
也是斐迪安教授最核心的战术理念：如何用最少的费用让自己活到下1分钟，活到自己文明的优势期，再发起进攻，终结战斗。学姐，我们这些优势期在前期的阵营也要考虑全防吗？首先纠正一个误区，并不存在什么前期优势的阵营。你们口中的优势，只是因为1年级缺少足够的结场卡。堡垒院院长、传奇决斗者称号城墙的斐迪安教授用的也是神圣罗马帝国，但他每一局都会拖到半小时以后拼到残局，因为教授相信自己是最强的残局处理者。只要到残局，他的胜率就超过100%。在战斗开始之前就要判断自己的优势期在哪里，把全攻或者全防做到极致，你们才有资格去谈传奇决斗者。这周作业，每人交1篇分析论文，判断自己阵营的优势期在哪里。写完交到办公室，我会面批。又是论文。用大义击败敌人，他觉得这符合战术课精神。但我去哪儿找华夏阵营的高水平对战录像啊？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课上不是还被加了平时分吗？昨天你不还点5个菜吗？今天怎么就剩免费汤加免费饭了？这也没到月底啊！人总有从顶峰跌落的时候，就是愁战术课那篇分析论文。华夏阵营资料本来就少，职业决斗者都没几个，我上哪儿找高水平录像呀？别想那么多，这才周2，时间还长着呢。你看看我，制卡课作业还没动，明天又是最该死的数学课，课不多，空下来全拿去写作业了。你是不是缺钱了？啊，这你都看出来了。不过钱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，不用你操心。等下，忠诚。大岛还有脸从壶嘴里抢吃的，罢了，舍小节取大义，合乎周理。进来，是你啊，忠义，看好你的传令兵。那些桌上摆的都是未解密的文明素材，弄坏一块就把它做成狐皮嫁衣，手感确实不错，怪不得你整天带在身上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是关于作业的，我绑定的是华夏阵营，不管是资料还是高水平决斗录像都很难找。华夏阵营啊，高手确实不多，不过在决斗赛事官网上还能找到一些存档的。那个网站的录像不是按秒收费的吗？哦，听你这话，学弟好像手头有点紧啊。正好，我这里有个来钱快、门槛低，还很轻松的活儿。你也不想完不成作业，平时成绩直接0分吧？这3个词连在一起，能是什么正经活儿？怎么听着不是诈骗就是传销啊？你要做的很简单，从这些碎片里找出还能辨认的部分拼回去，每拼好一份完整的文明素材，1万。学姐，这种事随便找个人来做都行吧？为什么一定要找我？这活确实是个人都能做，但只有你是有求于我的。别人弄坏了，我最多让他赔钱。你要是弄坏了，按你的经济水平，得给我干一辈子。学姐，好拼的你肯定早就自己拼完了吧？所以才给你钱。学姐，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劲拼这些？文明素材不能直接买现成的吗？能买，但高级完整的文明素材产出很少，价格也不是这个价。没有合适的文明素材，失败一次就是白白烧掉一堆素材卡。学姐，你这个阵营文明素材其实一点都不少，比如这个，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给条蝶骑士团团长的书信。你认得这上面的古文字？略懂一点拉丁语，也就是你口中古文字的一种。这是里米塔金心诏书，主要内容是授权条德骑士团征服普鲁士。学姐，还需要我解释什么是条德骑士团吗？跟我来。你没有骗我吧？没有，我不但能看懂，还可以用拉丁语替你留言。你来，边写边念。高洁的授权者，崇高的圣徒，您的旨意需要强大的战士去守护弱小，去践行誓言。真的成功了，这是我的第1招3阶卡。谢谢你，随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。什么要求都可以的话，那我可要吃你一辈子了。你别想歪了，我是说，我想要你做我的私教，老师们也能教知识，但设计战术、构建体系，还得找一个强大的自己人帮忙。那正好，我教你决斗，你教我古文字。至于作业，既然没资料，我们自己动手实践。我用主流阵营轮流跟你打，每个阵营10盘，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应对了。那岂不是要打到明天？你高估自己了，就算我只用基础卡，赢你1盘也用不了5分钟。对了，先加好友。
我知道一张3阶卡远不止这个价，但我手头的钱大多拿去买素材了，剩下的只有这些，以后再补上。不过，你要是能在下面的决斗中赢我一把，我再从斐迪曼教授的科研经费里偷5万给你。偷？斐迪曼教授不会说什么吗？他会骂我的，但我既然这么说，你肯定就赢不了。来吧。你想先从哪个阵营开始？印度德里国。怎么，你觉得自己很会打大象？秦朝移动边疆这套组合，面对西比拉这样的高手，最多生效1次，但我的目标也只是赢1次。学姐，这5万你是掏定了。所有村民吞车上路，拿家伙，给我跑起来，能多快跑多快。这是圣王之道，要找风水宝地展开。等等，为什么你的基地在向敌人的基地移动？学姐，你是不是觉得华夏阵营打不了快攻？乖，不能用这种不仁不义的卡呀！我又不是拉他们去侵略别人，你看，敌人已经在我家门口了，我这是为了保卫家园。我们的脚下就是国门，战士们进攻！没兵营，学姐肯定是贪经济去了。这些哨塔还能用50%价格回收，只花1座塔的钱就能平稳度过最危险期。好战术，超了！但学姐，我卡族里已经不全是基础卡了。老乡，借你人头一用，2座塔可挡不住500个戍兵，冲上去，把塔拆了！我升了爵位再还。战斗结束。你已经制过卡了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再来。等等，你怎么还急眼了？之前也没说只能用基础卡呀。赢的那把之后，我再也没赢过第2次，但也没再输得那么难看。越往后，很多都拖成了平局。只要扛过前期，靠防御体系就能把战局拖成僵持。今天到此为止，你的作业素材够了，10个阵营的对局复盘足够写一篇不错的分析论文。还有，后天的新生对抗赛，我看好你，别再遇到我之前被淘汰，我会在校内赛等你。校内赛，先过新生对抗赛再说吧。听说战士院的阿里抽到了1号签，第1轮对手是个游小院的新生，那人当场脸都绿了。淘汰赛就是这样，签运好的走得远，签运怕的就用自己的实力把路打出来。新生对抗赛正式开始，规则如下：标准模式1v1淘汰制，32强之前使用快速战斗模式，32强之后使用标准运营模式。冠军获得文明解锁卡1张。现在公布第1轮对阵。葡萄牙那个阵营的航海科技是所有阵营最强的，标准模式里经济滚雪球特别厉害。不用担心，快速战斗模式总资源30点，没有运营阶段，他的航海科技用不出来。对啊，快速战斗模式。校长选这个赛制对我是有利的，32强之后才变标准模式，但那之前够我赢下所有比赛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研究过赛制了？华夏阵营，说实话，我很同情你。同情我什么？同情你的努力注定白费。葡萄牙的快攻体系是教科书级别的，而华夏的慢热也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决斗者忠义，阵营华夏，快速战斗模式，总资源30。葡萄牙的快攻体系确实成熟，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。弩兵和探险家都是远程，一旦被近身就毫无抵抗能力。他没带弩兵，对面3队弩兵，他不带远程怎么打？而且骑兵比例太高了。没有远程，那我的弩兵和探险家可以无伤输出。这个忠义果然被高估了。弩兵推进射击，全队后撤，保持距离。果然，没有远程就会被压着打，
弩兵继续推进，轻骑兵左翼包抄。蒙古轻骑兵慢古仔，目标敌军弩兵。弩兵转向右翼，轻骑兵回防，保护弩兵。机动性就是草原的法则。环手刀骑兵正面冲锋，剑士上前迎敌。战斗结束，葡萄牙军团全灭，获胜者忠义。赢了，干净利落。你那个无远程阵容，一开始我们都捏了一把汗，结果你用骑兵拉扯，把对面弩兵玩死了。葡萄牙的弱点就是远程太多，近战薄弱，只要用机动性压制住弩兵，剩下的就是收人头。下一轮对阵，忠义你对阵的是战士院的格尔德条特骑士团阵营。欧文骑士团，那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子阵营吗？重装骑士专精，正面冲击力极强，但在快速战斗模式里非常凶。条纹骑士团重骑兵专精，那他的阵容大概率是纯骑兵冲锋。你能打吗？陌刀兵本来就是斩马的。忠义，就是你帮学姐做出了3阶条案骑士卡。你怎么知道？西白拉学姐的条案骑士冠军卡，全战士院都知道了。材料是用你古文字破译的，所以我要在这里击败你，向学姐证明她选错了私教。那就来试试。决斗者格罗尔戈，阵营条登骑士团，快速战斗模式，总资源30。4队条登骑士，正面谁也挡不住。让我看看，能让西巴拉学姐另眼相看的人到底有多少斤两。 4队重装骑士冲锋叠满能碾碎大象，但重骑兵消耗大，转向慢，怕反骑兵种。3队陌刀兵跟条轮骑士正面硬碰，疯了吧？全军冲锋！陌刀兵前3排跪壁斩马，后3排力劈骑士，弩兵自由射击，碾碎他们！ 蒙古轻骑左翼佯攻，环手刀骑兵右翼切入，目标条德后队。势头步兵上前，全军合围。提前算到了我的兵力配置。没有，条阵骑士兵快速战斗的最优解只有纯骑兵冲锋。 这点所有人都能算到。那你为什么选3队陌刀兵？不怕我改带弩兵？你不会。你若不信任自己的骑兵，那你就不是条阵骑士了。你确实有2下子，学姐没有看错人。有意思。下一轮如果我们对上，让我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。你这边怎么样？刚打完第3轮，对手是战士院的条本骑士团重骑兵冲锋。 陌刀兵解决了，我淘汰了。第2轮碰到阿里，3分钟不到就被推平了。阿里是头号种子，你能挺到第2轮已经很强了。哈桑，阿拉伯阵营，这个你不是打过了吗？陈浩是2年级调成委，哈桑是新生里阿拉伯排名最高的，不一样。倒是你，维京阵营，狂战士和龙头战舰，他怎么打？维京擅长海战和步兵突袭。 我不会让他把战场拖到近身肉搏，那就各自拿下。听说你第1场就用单一兵种打败了陈浩学长，不过我不是陈浩，看得出来。骆驼骑兵2翼展开，轻步兵正面推进，步工兵后排覆盖。别人以为华夏只能打拉扯，但标准模式里，华夏的兵种协同才是真正的底牌。 陌刀兵转向右翼迎敌，轻步兵从左翼切入，阿三，环手刀骑兵拦截，骆驼骑兵后撤，全军推进，陌刀兵正面压上，环手刀骑兵追击，神翼弩兵覆盖射击。你的华夏和其他华夏不一样，你的华夏是在前中期就主动出击，我不远。 赢了，维京狂战士差点冲破我的弩兵阵地，就差1点。
但你还是挡住了。因为你说过，法兰西不是只有冲锋，弩兵、剑士、骑士协动，法兰西也有自己的节奏。没想到又轮到我们打了，这次可没有只是练习的说法。我研究过你所有录像，蒙古轻骑拉扯、陌刀兵扛线、环手刀侧翼收割3步套路，我有应对方案了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新战术。8强战下半区，忠义对阵安琪儿波尼，双方准备。别留手。你也是。工程武器厂，安琪儿之前从没用过工程单位，他建这个做什么？投石机，他不是要冲锋，他是要用投石机拆掉我的陌刀兵刀墙。全军散开！重装骑士随行阵冲锋！蒙古轻骑兵佯败诱敌，环手刀骑兵侧翼拦截。骑士步里轻骑兵继续冲击正面，弩兵压制环手刀骑兵。华夏不是一个朝代，华夏是5000年。悬架骑兵正面冲锋，陌刀兵两翼让开。新卡，华夏卡池里怎么还有这种重装骑兵？又来了，又是新卡！投石机继续轰击，弩兵压制悬架骑兵。安琪儿，你是我认识的最坚韧的人，但这场比赛我必须赢！全军总攻！我投降。那只悬甲骑兵，你什么时候弄到的？用西比拉学姐给的钱，在二手市场淘的。唐朝的卡在华夏算冷门，价格不高。又被你藏了一手，但下次我一定会赢回来的。我等着。忠义拿下冠军！忠义冠军！忠义冠军！忠义冠军！冠军！我看了你所有比赛，4件套很强，但你的战术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：对手会用骑兵冲你正面。如果我不冲呢？半决赛，忠义华夏对阿里拜占庭，地图安纳托利亚高原。圣骑士推进，希腊火，准备点火。3座修道院快速产出3队圣骑士，配合希腊火投射器，一波流比任何快攻都可怕。陌刀兵正面列阵，弩兵后排待命，环手刀骑兵侧翼待命，蒙古轻骑兵侦察。全军后撤，远离火线。这怎么打？正面有火烧，侧面有圣骑士手，完全捂住下口。别急，希腊火燃料有限，而且只能喷正面。蒙古轻骑兵左翼绕后，环手刀骑兵右翼绕后，目标希腊火投射器。圣骑士左右翼各分一队，保护希腊火。悬甲骑兵出击！结束了。你最后那一下故意留悬甲骑兵做底牌，等我自己把圣骑士分兵是吧？你的希腊火战术几乎完美，唯一的弱点是攻坚时必须把近战单位全压在正面。我记住这个教训了，校内赛我会赢回来的。赢回。阿里淘汰了维罗妮卡，但8强有复活机制，他从败者主一路杀回来，打赢了我，进了决赛。让我看看你究竟还藏着什么。决赛，忠义对阵维罗妮卡，双方准备。结束了，华夏。什么？老乡们，敌人就在眼前，我们脚下是国门，守国门，死战不退。神圣罗马帝国全军覆没，获胜者忠义。新生对抗赛冠军忠义。
想解锁什么，回宿舍再慢慢看。现在先接受欢呼吧。华夏阵营新生对抗赛冠军，钟毅，你做到了！兄弟，这是华夏阵营有史以来最大的新闻。这只是开始。9个选项，每一张都是华夏历史上最精锐的部队，但我只有1张解锁卡，只能选一个。安西都护府，大唐西域的钢铁洪流，极端环境作战都有加成，而且能独立作战，不像其他重骑兵需要后方支援。玄甲骑兵费用12太重，安西铁骑费用11，而且有机动性。安西都护府，大唐的西域铁骑，你们在等我吗？学姐，那个是给忠诚的陪练，他最近战术进步了，需要实战检验。反应速度7分，战术判断2分，他完全没看出那是陷阱。你拿玩偶诱他，他当然会拍飞啊！安西都护铁骑，高先知的部队，在谭罗斯之战面对优势兵力硬扛了5天5夜。我在你选卡之前就猜到你会选他。安西铁骑既有重骑兵的冲击力，又有轻骑兵的机动性，还能在极端环境作战，但它有个致命弱点，费用11。所以校内赛之前，我需要练标准模式，把安西铁骑融入茶总。校内赛全是标准模式，快速战斗，那是对新生的怜悯。今天开始每天2场特训，上午跟我打，下午自己练，晚上补稳化课。你的古文字水平还停留在略懂拉丁语，丢不丢人？我不觉得丢人。那就学到丢人为止。第1场特训，用安西铁骑在我手上撑过5分钟。开始。安西铁骑全灭，获胜者西比拉。安西铁骑单兵战力强，但只有60骑，条特2队80骑，正面硬拼我吃亏在数量。分析的对，但解决办法不是增加数量，你带不动2队费用11的骑兵。安西铁骑的正确用法不是正面冲锋，是侧翼切入，直扑敌方后排，单独行动，绕后直扑弩兵和传令兵。没错，安西铁骑不是主力，它是你的尖刀。再来，这次不许正面硬碰。想绕后。安西都护铁骑，冲锋！轻步兵缠住他。战斗结束，还是输了。但这次撑了12分钟，上次只撑了5分钟。你最大的问题是太依赖奇谋了，绕后、包抄、侧翼切入，这些都是奇谋。但奇谋之所以叫奇谋，是因为它不稳定。正合以奇胜，孙子兵法。如果正面扛不住，偷袭再漂亮也没用。我需要更可靠的正面防线。没错，而华夏阵营最不缺的就是正面防线。今晚好好想想，华夏的正合该怎么打。圣辉战争学院年度校内赛正式开幕，参赛选手各年级共128人，赛制1v1淘汰制，所有场次标准模式，总资源200，每秒恢复2点。总资源200，每秒2点，这比赛打得完吗？每一个名字都是各阵营的精英。第一个对手李威，英格兰阵营。你的第一个对手李威，盾院2年级英格兰阵营。他用英格兰重装骑士加长弓手精英组合，而且研究过你，新生赛每一场录像都看了。那他应该知道我的安西铁骑能绕后切后排，所以他会做准备，而你要做的是在他准备好的情况下依然打赢。第1场比赛1小时后开始。如果你和我在决赛相遇，我一定会走到那一步。李威那家伙打法很猥琐，长弓手在后面射，重装骑士在前面扛，
你如果冲正面，鲍母，你跟李为熟吗？算是老乡，他比我高2届，打法我大概知道，但他这2年肯定又有进步。钟毅，你打算怎么打？英格兰远程多，近战薄弱，但长弓手射程远，伤害高，不能用骑兵拉扯，所以我打算用盾墙推进。重装盾位可以组成盾墙，为后排挡箭。纯盾排兵，这卡有用吗？快速战斗模式没用，但标准模式200资源足够组建一支盾位推进到敌军阵前。长弓手射程再远也需要视线，把他们的视线全用盾墙挡住，他们就射不到了。盾墙推进到阵前后，安息铁骑绕后，陌刀兵正面碾压。你这打法太赖皮了吧！忠义学弟，久仰。新生对抗赛的录像我全看了。李维学长，请多指教。标准模式，地图被李维学长选了有利地形，他做了功课。长弓手后排输出，重装骑士正面扛，轻步兵保护长弓手。经典英格兰阵型，重装盾位，盾墙阵型，全体推进。陌刀兵从盾墙两侧包抄，安息铁骑绕后。想绕后，长弓兵退后射击，保持距离。重装骑士冲锋，目标盾墙中央。重装骑士冲盾墙，这打法对吗？重装骑士能撞散盾墙，但忠义肯定有准备。堡垒战术，就算有减伤，长弓兵没有近战能力，只要冲到面前，盾位散开，陌刀兵合围重装骑士。这样下去，就算赢也是惨胜。还有一张卡，先秦强弩营，射程比长弓人还远，但需要前置高级靶场。现在造来得及吗？高级靶场，强弩营需要30秒训练。这30秒，我的长弓手足以射穿你的基地。神医弩兵，掩护高级靶场。强弩营，华夏卡斯里怎么会有这种单位？我输了，我投降。强弩营，任何华夏攻略里我都没见过。跟华夏打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张卡是什么。苏珊霍翁索性和韩斯学长是一个家族的。周一，牛逼！你是那个用华夏打赢了李威的1年级，李威的英格兰阵型在2年级算中等偏上，你能赢他说明有点东西。但条顿骑士团不是英格兰。极端环境作战，血缘30%全属性，也就是说，在这张图上，安息铁骑反而有加成。条德骑士冲锋！陌刀兵刀墙，强弩营覆盖射击条德骑士。条德重弩伤，射击陌刀兵侧翼。安息铁骑正面迎击条德骑士，玄甲骑兵侧翼包抄。你以为条德骑士团只有骑士吗？正面扛不住了，强弩营够不到被剑士保护的重弩手，不够也得10。那是兵马俑。但只有100人，你能挡多久？条德重弩手集中火力射击兵马俑。我输了，我投降，我认别。兵马俑禁鹰，那是文明级的单位，你从哪里弄到的？二手市场，华夏阵营的冷门卡很多人不愿囤，价格不高。下一轮你会遇到我哥韩斯，他用了3阶条等骑士冠军卡，不是普通卡，是他自己制的3阶。别输得太难看。韩斯那条顿骑士团的3阶卡是他花了1整年才制出来的。忠义，你能过这一关吗？韩斯防霍恩蜀伦，苏珊的哥哥，希巴拉学姐口中校内赛8强常客，还有3阶条顿骑士冠军卡，来吧！
第11场，去年校内赛8强战，韩斯 vs 埃德蒙金雀东。你一晚上没睡？睡了3个小时。3阶卡是韩斯自己制的，制卡师协会登记，稀有度 CS2，等级3阶，名称黑十字重装骑士团。3阶自制卡，那得花多少时间和材料？学院工坊泡了整整11个月，消耗相当于200万资源点的材料，制卡成功率不到5%。为了造一张卡，值得吗？我就知道你们俩又没睡。你看了韩斯的录像？看了11场，结论：正面硬刚我不会赢。3阶卡基础攻击力比1阶高220%，冲锋加成翻倍，还有被动黑十字，冲锋是无视所有轻型障碍物和减速。也就是说，盾墙挡不住他们。挡不住。陌刀兵理论能克骑兵，但3阶冲锋程太高，会被直接撞飞。所以你打算怎么打？还不知道，但我还有时间。比赛下午2点，还有8个小时。你看完韩斯的录像，发现什么？3阶卡的弱点只有一个，费用。3阶黑十字费用16点，加前置雕盾大纪念6点。他必须攒整整22点资源，前11分钟是他的薄弱期。如果他在11分钟内就被你打穿了呢？不现实。韩斯防守能力2年级最强之一，11分钟内打穿他，除非我有比他高一档的运营速度，但我没有。所以你打算拖到他也出3阶卡？是。你在拼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阵容。3阶卡正面无敌，所以我打消耗，用远程和火器，在他3阶卡冲到我面前之前，尽可能削减他的兵力。3阶骑士的冲锋速度，你只有40秒的输出窗口。40秒，够了。你是要用命换时间？学姐，这场仗有可能输，我想知如果输了，校内赛还有没有复活赛？没有，校内赛是单败淘汰制，输了就结束。但你不是会输的人。请多指教。他选了黑森林限制远程视野，聪明的选择。钟义学，舍妹昨天跟我说了，你用了兵马俑，能把它用出来是你的实力，所以今天我不会手下留情。请多指教。柳没有常规营养，取而代之的是3座靶场、伐木场，1座市场。钟义完全不出兵，高级靶场加火药攻方，这不是华夏的标准开局。他怎么不出兵？韩斯骑士一旦成型，他拿什么挡？他出了，只是不是常规部队。3个伐木场要大量木材，高级靶场加火药工厂，他的第一波部队全是远程和火器。条特骑士疾驰，直冲敌军基地。 6个靶场，他要用远程火力比袭我的冲锋。全远程，你打算在远程火线上把我耗死？重弩手推进，覆盖射击敌军靶场。来了。 放弃吧，3阶卡的防御力不是普通火力能穿透的。你输了。第一波远程防线撑了23秒，比预想少，但够了。你的人已经过了黑森林的中央线。无所谓，兵力依然领先，而且有3阶卡。黑十字骑士冲锋，陌刀兵刀抢，奇瑞士2翼展开，骑兵绕后。他们不后退，被3阶卡近身。他们不后退。 剑士，别管重弩手了，目标秦瑞士。
军功爵位，这张卡没有上限，拖得越久，秦瑞是越强。秦瑞氏战国卡，军功爵位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只要战斗继续，他们就会越来越强。我花了11个月造一张3阶卡，以为能碾压全校，结果被你用一张战国卡破了，我认输。战斗结束，获胜者钟毅。秦瑞是哪里来的？二手市场，华夏冷门卡，没人要，便宜。深不见底，真的是深不见底。下一轮别输。就知道他不会输。23秒的远程防线，用命换来的时间，这就是你说的够了。赢了比赛不去庆祝？鲍母在组织，我溜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葡萄味？上次你给我的可可甜的发腻，说明你喜欢甜的。葡萄味通常最甜。你比赛怎么样了？赢了，明天打16进8，对手加藤鹰，日本战卓2年级。明天很可能是我校内赛的最后一战了。日本武士的弱点没有骑兵，你可以用骑兵绕后，希腊火烧正面，两面夹击。我试试。明天等你打完，我给你留庆祝的座位。戴寨廷1年级，排名比32略差，请多指教。标准模式，总资源200，地图富士山魈。公族卿射击骑兵，不管骑兵了，武士直冲敌军基地。我只有一次机会。希腊火，释放！难道僧兵有破甲被动？你的重护兵挡不住。轻骑兵回身，目标难道僧兵后方？我输了。战斗结束，获胜者安琪儿。安琪儿也进16强了，1年级生占了2个16强名额。该我上场了。听说你昨天打了韩斯，干得好，但今天我会赢。标准模式，地图英格兰平原。英格兰平原加长弓手射程，他研究过我。磨刀兵、刀墙、强弩营覆盖射击，秦瑞士从左翼迂回。你以为我会和韩斯一样，让你白打23秒？金雀花重骑兵防御调和高1个档次，秦瑞士刺不穿。右侧，我需要突破点。堵不堵？今天没有峡谷，英格兰平原一望无际，你往哪儿用？强弩营，全部前进，推进到1线，距离3个马身。他远程兵推到敌军面前，疯了吗？贵族重骑兵转向，目标强弩营。艾德蒙以为我要用强弩营输出，所以他让骑兵转向了。神机弩阵，宋朝卡，华夏到底有多少种弩兵？我认输。 16进8，获胜者钟毅。你比我强，不是因为卡池，是你敢赌。底牌
就是用来藏到必须用的时候。刚才你把强弩营推到骑兵面前，我以为你要输。我不会输。8强，校内赛的1年级生历史上只出现过2次，你是第3次。 8个里5个2年级，2个3年级，就中艺1个1年级。庆祝中艺进8强，安琪儿进16强，1年级双杀。我其实没进16强，加藤信不战而胜，我体能完全透支了。你赢了加藤信，体能透支是代价，不是借口。2个人都不会聊天，来吃蛋糕。叶格尔罗曼诺夫俄罗斯阵营前4种子，哥巴克骑兵机动骚扰，伤害更高。你说不管抽到谁打就是了。好，不管抽到谁打就是了。衣服这么挺，反而不舒服。全校直播你不能穿皱的。最后在决赛重演，真的是维罗妮卡。全校赛8强，再打一次决赛对手。这次我会赢。维洛妮卡每天训练8小时，解锁了查理曼禁卫骑兵2阶自制卡，她失误率不到3%，全校第1。这次她不会给你出其不意的机会，不过你也不会给她出其不意的机会，对吧？1个多月了，每天训练8小时，就为这一天。练了什么？你马上知道了。标准模式，地图阿尔卑斯护技。他等的不是我的进攻，是失误。只要我急躁，他就反击。但我可以陪你耗。耐心是种美德，但胜利只属于敢于下注的人。不进攻了。等你先动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左翼帝国骑士包抄秦瑞士后方，再撑10秒。不好，中计！安息铁骑绕后，秦瑞士反杀了。这是家族传下来的。1个学期只能用1次，今天我用给你。这一场你赢了。获胜者维罗妮卡·冯·哈布斯堡。那张卡我本要留到决赛用，但你让我用出来了。下次我会想到对策。下次你赢不了。没事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下次赢回来。走吧，我请你吃晚饭。查理曼大帝遗诏，费用20，全场复活，1学期只能用1次。遗诏类卡有共同弱点，复活时间60秒，60秒内把复活的单位再杀一遍，他们就不会再站起来。你把应该留的底牌全压上了，但这不是我今天来找你的事。4大战争学院联合举办的邀请赛，每院派3名代表，团体战。战争学院代表队选拔由我负责，我打算提名你。我刚在8强战里输了。你输给的是一张学期限定的遗诏卡，不是维洛妮卡的战术。华夏、拜占庭、英格兰，你觉得这个组合怎么样？明天早上6点训练场，别迟到。6点，你们战斗系的人都不睡觉吗？联合学院邀请赛，战争学院代表队3名成员，选拔不按校内赛排名，按适配性。第1个名额中艺、华夏阵营，第2个名额安琪儿、拜占庭阵营。我校内赛16强都没进。你赢过加藤信，第1次用新战术就赢，学习能力很强。而拜占庭的希腊火是范围伤害，华夏和英格兰都做不到。第3个名额在你们2个之间产生，3局2胜的队内选拔赛，今天下午2点主训练台。如果是我，神圣罗马城堡体系可以和华夏步兵方阵互补。下午比了再说。我打不过他，我也知道，但我还是要打，因为这是跟你一起代表学院的机会。
那就拿出你最好的水平。下午的比赛，我会去给你加油。第一局，维罗妮卡胜。黑森林限制了骑兵，鲍姆选对了地图。林间列兵，我研究过你的每一场录像。第二局，维罗妮卡胜。我输了，但你在黑森林用林间列兵是专门对付我的游侠战术准备的。对不起啊，第3个名额我拿不到了。谁说拿不到？团体战是3个人，但3个人不一定都是上场选手。3人团体战正式规则，每队3人，但上场每次只能操作1个阵营，另外2个由 AI 代理。AI 水平取决于搭档的指令。鲍姆，你的战术理解非常深刻，能在指挥区让 AI 打出高水平英格兰。维罗妮卡，你操作水平全校前3，我选你当第3个上场选手。鲍姆当指挥席的战术顾问。合作愉快。那个，我真的可以吗？你赢过加藤慎，这就够了。战术顾问听起来还挺厉害的，我会当最好的战术顾问。邀请赛12支队伍，4大学院各3支，初赛12进8淘汰赛制。我们初赛对手圣离士学院3队，队名铁十字，主力神圣罗马和条特骑士团的混合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8小时特训。第一次磨合训练，3人同时操作自己的阵营，对抗我控制的混合敌军。多阵营混编。邀请赛的对手不会只用1个阵营，你们要做好准备。再来。不休息。再来。这是我第3次参加联合邀请赛，前2次都在初赛被淘汰，这次我要赢。安琪儿，希腊火移到我的秦瑞士侧翼，敌军骑兵绕后时，希腊火可以烧他们的侧翼。中义，你的陌刀兵留一半，和我的帝国骑士组成侧翼防线。差得远，差得远，才说明你们还有进步空间。如果第1天就能赢我，那邀请赛就不用打了。明天早上6点继续。多瑙河平原最关键的位置是这里，河流的拐弯处，谁控制拐弯处，谁就控制整条河流的补给线。但西比拉学姐用蒙古轻骑兵的游击战术，不需要固定补给。鲍姆的战术分析更适合传统打法，但西比拉学姐不是传统打法，没有固定套路，就是她的套路。她是根据对手的弱点来调整的，所以我们也要根据她的调整来调整自己。我懂了，我的工作不是赛前制定战术，而是在比赛中实时分析对手的调整，告诉你们怎么应对。那我得去准备一个实时分析板。你是在担心他如果是对手，会知道你所有的底牌，但他现在是队友，团体战不是1个人的战斗，你要相信他，就像他相信你一样。邀请赛，我会赢的。我们会赢的。开门红，战争学院1队首轮对阵铁十字，圣骑士学院最强的防守队伍。你熟悉圣罗马，也熟悉条泽骑士团。第1场，你上。铁十字的主力叫汉斯·冯·霍亨昭顿，3阶调判骑士。3阶加3阶，双3阶组合，双3阶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我找到了，铁十字的双3阶组合有一个致命弱点，34点资源，他们需要在前17分钟积累到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前期防守压力很大。前期强攻，用安琪儿的百加藤打快攻。拜加藤轻骑兵前期机动强，可以骚扰他们的资源采集。中期我用秦瑞士和陌刀兵正面压制。后期如果拖到第17分钟，我来对付双3阶卡。
这就是3人团体战的打法啊！就是我们的打法。准备好，和你一起赢。维洛妮卡，好久不见。韩斯堂兄，请多指教。标准模式，地图多瑙河平原。帝国步兵组成盾墙，弩兵射击骑士侧翼。你以为挑铁骑士只会正面冲锋？维罗妮卡，韩氏在攒资源，他要在第17分钟出3阶卡，你必须在第15分钟之前给他足够的压力。帝国骑士全部出击，城堡前进！移动城堡，他居然把城堡做成可移动的。这是邀请赛，前期劣势可以用3阶卡一波逆转。钟毅、安琪儿，帮我争取时间，我需要5分钟。恢复流，神圣罗马还有这种打法？朝圣者军团是我花3个月专门为对付3阶卡而制的卡。恢复流，真是阴险的打法。我投降。第一场获胜者维罗妮卡·冯·哈布斯堡。第一场拿下了。朝圣者军团藏得够深的。彼此，你的秦瑞士我也不只知道。第2场轮到我了。安琪儿选手，请多指教。请多指教。标准模式，地图博斯普鲁斯海峡。这张地图对败家庭加成不高，奥托擅长用地形限制对手。安琪儿，他在拖时间，等你希腊火预热完之前，用远程火力消耗你。帝国骑士出击，目标轻骑兵。希腊火释放！近水盾牌改良型，可为步兵提供一次性火焰抗性。我投降。第2场获胜者奥托·冯·哈布斯堡。对不起，我拖后腿了。你没有拖后腿，是奥托太强了。奥托是神圣罗马最擅长防守反击的人，你能撑20分钟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第3场赢回来。第3场交给我。钟毅选手，你的秦瑞士我很期待。你的防守我也很有兴趣。草原，安息铁骑的加成地形。他把蒙古包当诱饵，这就是华夏阵营的正合以奇胜。长城戍卒，你果然还有底牌。奥托的城堡弩炮正在第1点蚕食他们。还有一张卡，我之前从没用过。回炮，元朝卡，你什么时候？长城戍兵可以放弃城墙，重新变成机动部队。这个设定，我居然不知道。我投降。第3场获胜者钟毅。他们晋级了。下一轮，8进4。对手是莫斯科学院1队。俄罗斯阵营，哥萨克骑兵加帝国禁卫军钢萨克轻骑兵。俄罗斯阵营最恐怖的不是骑兵的冲击力，
是寒冬。冬将军，场上气温下降时，所有俄罗斯单位加成，对手全属性下降。莫斯科学学院1队3届冠军，他们的战术体系我已经研究了整整2年。哥萨克轻骑兵骚扰，哥萨克重骑兵冲锋，帝国禁卫军巩固，3层环环相扣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他们的弱点是什么？理论上是远程火力不足，但他们会用哥萨克轻骑兵的骚扰阻止对手展开远程火力线。几乎不可能，不代表不可能。希腊火不需要火力线，它可以在任何位置释放。神圣罗马的城堡可以提供视野，在骚扰下帮我们发现他们的主力位置。还有英格兰的长弓手，射程比俄罗斯任何远程单位都远，让他们还没靠近就先掉一层皮。这就是3人团体战的意义。8强战的战术，希腊火加城堡视野加长弓手超远程。莫斯科1队很强，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。战争学院1队能不能创造历史，就看这一战了。忠义，华夏阵营。叶格尔，俄罗斯阵营，3届冠军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东将军吗？古往今来，再强盛的远征大军，踏入寒冬，无不溃败。永久冻储，不是被动，而是一张主动卡，而且是20费的最高费用。这张卡我花了整整2年才制出来，它是3节卡，却是3节卡里最强的那张。10点，见。永久冻土，费用20，整张地图变为冻土，我们全属性减1乘5，俄罗斯加2乘5，意味着只要让他出这张卡，我们必输。那我们岂不是必须在他出这张卡之前结束比赛？20费他需要很久才能攒够，但叶戈尔是3届冠军，运营速度全校最快。10点还有50分钟，我要再看一遍他的录像。你们看这里。也就是说，看到他摸左耳，就知道他要出永久顶定了。知道没用，他攒到20罚时，我们已难阻止，除非在他摸到10点资源前结束比赛。安琪儿，第1场你上，你的希腊火是最快的翻盘手段，能在他攒够20法之前烧掉他的基地。可叶格尔研究过所有对手，他知道安吉尔的希腊火。他针对的是从前的安吉尔。我会赢的。2个市场，安琪儿不打算用希腊火了。安琪儿，2个市场。希腊火它一定有防备，所以我打算用经济压制。上！铁桶阵，拜占庭也能打铁桶阵。安吉尔，他摸左耳了，要在16点就出永久冰地。
城墙不是单位，所以你的永久冻毒对我没用。迪奥托森城墙，你藏得很深，我投降。我说过，我会赢的。打得漂亮，但叶格尔还有2场。地图：内顿河草原战场。七座马厩，他的部队全是骑兵。帝国步兵组成盾墙，弩兵射击弓骑兵，帝国骑士迎兵重骑兵。帝国骑士全军出击，弩兵集中射击弓骑兵。我投降。2比0，并不代表胜利。叶格尔，还有1场。终于，有人能逼我用那张卡了。我参加了3届邀请赛，3届全部夺冠。每一届决赛，我用的都是永久兵书，没有人能撑过15分钟。但今天，安琪儿破了我的永久兵书。维罗妮卡破了1万的骑兵海，你们比我以前所有对手都强。但你还有第3场。第3场，我会用那张卡。东将军的怒吼，寒气比永久约定更深。这张卡我称之为东将军的怒吼，费用25，比200资源的总上限还要高。费用25。比总资源还高，这怎么可能？文明卡牌有个隐藏规则，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后，每秒资源点会从2变成3，只有参加过至少3届邀请赛的人才知道。我能在第25分钟攒够资源出这张卡，你能在第25分钟之前击败我吗？试试看。地图：北极动员战场。4个市场，华夏阵营走市场路线。他要在第25分钟出东将军的怒吼，我必须在那之前结束比赛。2500人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部队。哥萨克壁垒血量3000，强龙营要30秒才能破1道，而他有10几道。8种华夏单位，100家争鸣，加成4成。
15分钟就破了我的壁垒，这怎么可能？他要出那张卡了，我必须在90秒内击败他。放弃吧，在东将军的怒吼面前，任何人都赢不了。焚书坑儒，同归于尽，代价是1年内无法使用华夏。钟一，我们相信你。无论你怎么选，我们都支持。哥哥，加油！不用了。凤栖坑怒是同归于尽，但我不想和你同归于尽，因为你是第一个能逼我用东将军的怒吼的人。我投降。我赢了，我击败了3届冠军。我们做到了。钟毅，叶哥德，你很强，但我2队不会输给你。我也不会输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决胜局里做了什么？我差点用了凤栖坑怒。不是这个，是你在极夜动员上用2500人的大军死战不退。你知道东将军的怒吼为什么是3届冠军的底牌吗？因为在极夜动员上，任何对手都会放弃、投降、失去斗志，但你没有。你带着2500人死战不退，哪怕全属性减3成，哪怕对面暴涨1000倍，你也没放弃。这就是华夏的精神，也是你最大的武器。学姐，明天4强战，你会来现场吗？我为什么要来现场？因为我想让你看到我夺冠。那就让我看看你怎么夺冠。钟毅，你今天没用凤栖坑怒卡，但如果明天遇到绝境，你会用吗？如果必须用，我会用。冠军，我来了。4强战的对手是萨拉丁学院1队、阿拉伯阵营和突厥阵营的混合，主力是阿拉伯骆驼骑兵和突厥苏丹盾兵，战术是快速机动加狂热。我的城堡可以提供视野，提前发现他们的快速机动部队。我可以指挥 AI 代理的英格兰长弓手在后方提供远程火力支援。在想什么？在想夺冠之后请你们吃饭。那我要吃最贵的。好。我也要。还有我。哥哥也要带程程去。好，所有人都请。明天4强战，但我们不再害怕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。萨拉丁学院1队3名选手：艾哈迈德、铁木尔，还有3年级队长萨利德。艾哈迈德的招牌卡是骆驼骑兵团240骑，天然克制战马，让骑兵冲锋速度大减。但这克制只对战马有效，对希腊火无效。所以第1场安琪而上，用希腊火烧骆驼。铁木尔的招牌卡是苏丹亲兵200人，铁甲加火枪，能击穿重甲，对骑兵也有克制。铁甲步兵克制我的帝国骑士，但克不了我的城堡。
第2场维洛尼卡上，用城堡体系远程消耗苏丹宪兵。然后第3场，我来。萨利赫，我知道他。去年邀请赛他带队打到4强，招牌卡叫香料之路。香料之路费用15，场上所有市场变香料集市，每秒自动得3点资源，持续90秒。你们看，这比我的丝绸之路更强。而且香料之路启动后，他会立刻用骆驼骑兵、海加玩刀兵一波碾压。你要在香料之路启动前结束比赛，或者在它启动后撑住。那就撑住。地图：阿拉伯沙漠战场。在沙漠里，骆驼是王。圣索菲亚大教堂，这不是攻击型卡。修道院也可以进攻。我投降。第1场获胜者安琪尔大战堂。她已经不是那个会颤抖的女孩了，她成长了。地图：安纳托利亚高原。全军前进！悔改，把地方单位变成自己了。这不公平！战争从来不公平。我投降。那是骄傲。你的2个队友很强，你的队友也不弱。哼，艾哈迈德和铁木尔是2年级最好的，但他们太年轻，遇到你们慌了。但我不会慌。去年我带队打到4强，输给了叶戈尔的莫斯学院。今年我制作了香料之路，要用它打败你，拿到冠军。风朗巨靴，霍去病的卡，但前提是你要处于劣势。在劣势下，你能攒到22点资源吗？试试看。劣势，我必须是劣势，才能用风狼居血。地图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10个市场，香料之路一看就是每秒30点资源。我要在香料之路启动前给他压力，同时让自己陷入劣势。你可以放弃了。我需要选一个名将，可我的部队里没有名将单位。
冠军侯，召唤霍去病。再撑住，32飞。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上！我投降。封狼立孝，封狼立孝。将军之志，山河可见。他击败了萨利赫，但艾罗比萨利赫更强，而且艾罗有5张3阶卡。圣骑士学院1队，艾罗冯霍恩少德。神圣罗马阵营最强3阶卡持有者，艾罗冯霍恩书灵，3年级，神圣罗马阵营，持有5专章阶卡。黄金诏书让全场单位不可阻挡，选帝侯制度召唤3选帝侯为建筑加防。双头鹰让建筑血量产出翻倍。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让全队全属性加4成，1期仅1次。第5张卡至今没人知道是什么，因为艾罗从未在比赛中用过。艾罗也是我的远房表兄，他5岁接触卡牌，15岁制出3阶卡，是真正的天才。那我们就打败天才。我们连叶格勒萨利赫都打败了，艾罗再强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可以赢。安琪儿说的对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明天决赛，赢了我们是冠军，输了也是走到决赛的队伍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明天全力以赴。程程也要赢。战争学院加油！圣骑士学院必胜！地图：阿尔卑斯深穴。这是帝国的城堡，不是你一柄铁锤能敲碎的。我投降。第1场拿下，但下一场，安琪儿要面对的是艾罗。地图：莱茵河谷。始祖
修道院没有军事建筑，他怎么防守？他是故意让我摧毁修道院的。你以为我不设防，是因为我弱？我不设防，是因为我不需要。众步兵结阵，挡住他们！我投降。对不起，我输了。你打得很好了，希腊火被冲破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用了隐藏规则。下一场我来。你一定要赢。这一场决定冠军归属。华夏阵营第一次进入决赛决胜区。地图长城。长城，华夏主场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帝国骑士右翼迂回，重步兵正面推进，弩兵压制强弩营。风狼挺需要烈士才能用，我已是烈士，但还差8点资源。帝国中间，我从未用过的底牌，代价是3阶卡永久降阶，但我不在乎。我会输吗？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在。你已经走到这里了。哥哥，赢！所有相信我的人，这张卡没有名字，它是华夏的精神。这是什么？没有费用的卡，没有数值的技能，系统为什么会允许？因为这不是一张卡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意志。风狼绿送，扫平残敌。你是谁？我叫钟毅，一个运气不太好的大一新生。你赢了，我认输。我们是冠军了！我看到了，你夺冠冠了。我们的奖杯！
孩子，你是华夏阵营第一个拿到邀请赛冠军的选手。是我们，不是我。没有我的队友，就没有这个冠军。这个冠军属于我们5个。那张卡，忠义千秋，怎么做的？不是我做的，是所有在我身后的人帮我做的。明年，我们再比一场。好，华夏第一次就拿冠军，往后所有人都要重新看待华夏阵营了。回学院后打开。忠义，夺冠之后你想做什么？先把华夏剩下的文明卡解锁完，夏商周、信汉、唐宋、元明，然后继续打校内赛、校队选拔，还有4大战争学院年度联赛。年度联赛比邀请赛更高级，12所战争学院全部参加，3人团体战改为5人团体战。5人团体战要5个操作手加2个指挥席，总共7人。我们还差2个操作手和1个指挥。那就找呗，学院里一定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。冠军回来了，谢谢大家。你的新训练计划明天开始。西比拉学姐又给你布置作业。他说年度联赛目标冠军。那我们一起，加我一个，我也加入。好，那就一起去年度联赛拿冠军。从2场增加到5场，学姐恭喜的方式果然和别人不一样。刚来时我只有匈奴轻骑兵1张1阶卡，军训3场输3场。爸，我拿到冠军了，你们在天上看到了吗？年度联赛我要去了，解锁全部华夏文明时代，召集年度联赛5人组，拿下年度联赛冠军。100天，从0到冠军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匈奴轻骑兵是我的起点，忠义千秋不是我的终点。年度联赛，我来了。